以死亡作為代價撫育下一代，是我無法逃避的使命。即使身體已經腐爛，可在化為一灘腐肉之前，我仍要拼盡全力逆流而上，回到出生地產卵。我是鲑魚，是你們口中的洄游之王，也是餐桌上肉质鲜美的三文鱼刺身。我的故事還要從阿拉斯加冰冷的河水中說起。那時的我還是一枚半透明的鱼卵，冰冷的河床是我生命的摇篮。當河水流动时，我的身体也在河床的摇籃中，隨着水流輕輕晃動。當春日的暖陽穿透水層時，我頂破卵膜的那刻，微涼的水流順着鰓蓋鑽進了我的身體。這是世界送給我的第一份擁抱。直到3年後的某一天，我的身體逐漸長大，是時候該離開家鄉，去往更廣闊的水域生存。我和成千上萬條兄弟姐妹隨着河水順流而下，兩岸的山崖在我的目光中急速倒退，像離鄉的游子那般，故鄉的輪廓在身後漸行漸遠。直到我的口中傳來苦鹹的味道，便知道我已經抵達了新的目的地——大海。接下來我要在這未知且廣袤的海洋中生活3至5年。在這裡，我們以小型魚類和磷蝦為食，同時也要躲避着天敵的追殺。在日復一日的追殺和圍獵中，我們银鱗閃爍，在鹹澀的浪濤中肆意穿梭。漸漸的，我們褪去了稚嫩，身體也逐漸成熟。直到某刻，我的身體裡有個聲音響起，我知道，那是故鄉的溪流在召喚。是時候該回家了。千萬條同類統一調轉方向，逆流而上，開始踏入洄游的歸程。在開啟新一輪的生命長征之前，我們將不再進食。祖傳的生物密碼可以使我們精確地找到出生的那條河流。然而洄游路上的凶險也才剛剛開始。前方無數的險灘是我們遇到的第一個難關，這裡鋒利的礁石可以劃破我的皮膚，飢餓的棕熊用龐大的身軀擋住了我的去路。而相比較這些，淡水的侵蝕對我造成的傷害更大。環境的變化和長途洄游使我的脂肪消耗殆盡，腎臟功能也逐漸衰退，甚至身體出现了潰爛。我的尾鰭早已露出鮮紅的血肉，每一次的擺動都要忍受火燎般的痛苦。可眼前總浮現的溪流支撐着我不能停下。當我游回到出生地時，我的身體也變成了鮮紅色，那是完全成熟的象徵。我用殘破的尾鰭艱難地掘開細沙，看到卵粒墜入的剎那，所有的疼痛都烟消雲散。此時我也知道了洄游的意義，不是為了活着回到起點，而是要讓起點長出新的生命。